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44.43，收盘价是334.6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7.35。最低价是在332.2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0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7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也预示着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然在多头趋势中。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后的横盘中，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在横盘后的向下突破中，但是还没有完成突破。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开盘呢股价既出现了震荡上行。我们来看看分时图，对，这是在开盘之后股价出现震荡，是出现了上行。那上方呢我们会看到有2次到达347附近都没有突破，尤其是在第2次到达347的时候呢正好是在午盘的时候，那么股价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了急剧的下跌。那么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股价经过这样一个急剧的下跌之后，开始震荡下行，最后呢，下方是在332附近是遇到了支撑，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留下了下影线。我们再来看看这根 K 线，对，那么从当日盘中的这个走势来看呢，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呢目前是出现了向下的测试。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之前几个交易日这几根 K 线都是交替的，也就是向上测试不能突破，那么开始向下测试，然后第2天又开始向上测试，接下来是向下向上。那我们会看到在前一个交易日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之后那么在5月21日股价在盘中是这个做了向下的测试。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收盘价呢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日后预示着呢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继续下行，那么下方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5月22日会到达309。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标志位，就是5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317。那这是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提到过的一个关键标志位，所以这一波股价呢回档呢它的目标就是要去测试20日均线值。好，那么我们之前也曾经提到过，这一波多头趋势建立之后将会到达360附近，而目前我们看到碰巧股价是接近了这个位置之后遇压而出现了回档。
我们曾经还给出过一个推断，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遇见回档之后，遇见压力而出现回档之后呢，那么股价将会回踩320附近。所以我们看看日后股价是否能够延续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推断去运行。好，那从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呢，就是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深度的回档。好，那么对于目前来说，股价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在这个横盘区域股价在5月21日是向下测试，但是我们会看到由于有多头力量的存在呢，股价并没有跌破5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333.37。那也就是说没有突破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在5月22日如果出现反弹的走势呢，它一定是要高开高走，或者说是低开高走。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开盘的走势，那股价仍然是有反弹的机会的。因为目前呢股价的走势是取决于多头。我们从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就可以看到，跌深之后，那么股价又被多头拉回到前低的上方。所以现在多头仍然是一个这个，或者我们可以说多头主导目前这个股价的走势。也就是多头如果不放弃这个前低，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那一旦出现反弹呢，将会继续回到这个横盘区域，那么等待20日均线值上行，然后呢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将3条均线呢拉平，然后再去选择方向。那但是呢我们又说但是如果多头没有意愿要守住这个位置，一旦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出现新低，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将会有卖压的出现，也就是会有抛售的现象。那一旦再有抛售的现象，多头在没有意愿去守这个位置，那股价一定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的线型和目前 K 线的位置，依据这2个这个信息做的一个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34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是下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点位，一个是在339，另外一个呢是在327，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5月21日收盘价是在334.62，那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下。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339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但是呢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在前低的上方。我们指的是这个横盘区域的前低的上方，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对，好，对，那也仅仅是方向相同，就是我们的预测和实际的走势。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我们说横盘向下，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2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71。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317、309也正好是缺口的中线，也是
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290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这3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也是重要标志位。其中首先到来的是317，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在这个区域是否股价能够被得到支撑。好，那么一旦这3个标志位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跌破271的，而271如果被跌破呢，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223和下方的214。但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股价在跌破271之后，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14，因为跌破214之后将会恢复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55这个位置。那么目前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5日均线值在5月22日是在339到342之间，那么这个区域和5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347附近，那么这2个位置呢，将是压力位，当然还有350整数关口。那么这几个位置如果股价能够被这个站上，那么股价将会突破355，再次出现新高，而再次出现新高就会继续确认这个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上的第2个目标就是367，第3个目标是420。好，那其实对于目前股价的走势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再出现一个更深度的一个回档，会更有利于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的继续。对，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这根变盘向下信号 K 线的最低是341附近。对，那么在5月21日盘中股价在前半段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很遗憾在午盘之后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5月22日呢，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334.5，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我们关注它的理由就是，如果股价继续下行，低开低走，那这个地方呢肯定是一个压力位，那股价将会有一个深度的回档。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能够不管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如果能够高走，一直在这个334.5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可能去测试5日均线值，甚至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我们要关注334.5这个位置。好，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仍然持有一个3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88.5附近。对，最后一次加仓是在5月13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5%，最后一次加仓。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在之前股价首次跌破5日均线值的时候呢，我们给出停利出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如果没有停利出场呢，
应该是守止损位，我们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那么到了5月21日收盘价在334.62这个地方，对于多头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目前这根 K 线已经确认了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将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所以对于多头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在5月22日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作为止损位，在309附近。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是从339到342，也就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那我们要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5日均线值，对，所以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是309，这是空头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39到342。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348。第三个压力位是355，第四个压力位是367，第五个压力位是380，是这个缺口的中线到400关口。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一个前高348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和350合并，那么这个区域也是这个第二个压力位。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334到335之间，碰巧是在我们这个观察位附近。然后第二个支撑是5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332。虽然这两个支撑位比较接近，但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说，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一个是实体的下沿，一个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么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位置区分开来。好，第三个支撑是317，第四个支撑是309，第五个支撑我们愿意给出是300整数关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35，上方最高会到达34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40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3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么目前股价已经确认了变盘向下，为什么我们给出的第一个这个预测是反弹呢？我们是依据于目前这个日 K 线图的这个各均线值的计算而得出的。那么它是第一，它是有反弹的可能；第二就是说，如果出现反弹，那么日后的这个曲线呢，才能够按照规律去行走。所以这是我们给出反弹的一个原因。对，好，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如果是继续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36，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
到达32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7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呢，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36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出现这样的下行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虽然跌深，但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对，这也是依据我们之前的推断，也就是股价到达360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呢，如果出现回档，会回踩到320。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对5月22日的走势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